咖啡产业一直都将罗布斯塔视为阿拉比卡丑陋的姐妹，直到一个很有趣的基因学发现才揭开这个谜底。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广泛被人喜爱的咖啡豆种阿拉比卡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9世纪左右，在苏丹南部地区生长着一片野生咖啡灌木林。又到了授粉的季节，一只小蜜蜂分别落在了2株不同的咖啡树上。在它的辛勤劳作下，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品种，并就此在埃塞俄比亚繁衍壮大。直到有一天，一个牧羊人的羊吃了这个咖啡果实，咖啡豆就这样被人类发现了，逐渐走上餐桌，成为一种神秘饮料。17世纪，咖啡开始传入欧洲，并逐渐流行起来。但是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咖啡来自埃塞俄比亚，而是认为来自阿拉伯。最早的时候，运往欧洲的咖啡豆都是产自埃塞俄比亚，但是当时咖啡豆的运输都要经过阿拉伯，也就是如今的也门的摩卡港。在这里，装着咖啡豆的麻袋上都会印上摩卡港的字样，证明其是从摩卡港进口的正规咖啡豆。后来也门也开始种植咖啡，慢慢的欧洲人就认为这些咖啡豆都是来自阿拉伯。于是在1753年，来自瑞典的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在他的植物种志里将这种尚未被命名的咖啡豆命名为 Coffea Arabica L。 这种命名方法来自于二名法。二名法是一种经常用于植物命名的方法，前一个名词是属名，后一个词是种名， L 则是命名者的名字。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咖啡属下的阿拉伯种，林奈命名，于是它有了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阿拉比卡。但显然阿拉比卡的名字是一个误会，如果林奈知道这种咖啡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话，那它的名字应该是 Coffea Ethiopica L， 可能会被叫做埃塞俄比亚卡。但当人们发现这个误会时，阿拉比卡的名字已经流传几十上百年了，被人们广泛接受，于是便将错就错，没有对这个名字进行改动。时间来到19世纪末，正值工业革命，进入第一次咖啡浪潮，咖啡的需求量剧增。此时咖啡豆产地却发生了一场大面积虫害。在哪个咖啡尽最大那期，我们提到过，阿拉比卡的种植地海拔较高，抗病能力差。由于此前世界上商品咖啡豆都是小粒咖啡，也就是阿拉比卡种，一时间造成咖啡豆大量短缺，遭受巨大损失的豆农们才开始想要寻找其他咖啡豆品种。不久，豆农在低海拔地区刚果发现了罗布斯塔品种。罗布斯塔不仅抗病能力强，对生长环境没有过分的要求，直接降低了豆农的种植成本。在豆农与植物学家的努力下，直到今天，一共发现了129个咖啡树种。虽然许多咖啡树种的树形与果实长得与我们认知的咖啡不太相似，随着二战结束，第二波咖啡浪潮的开始，人们逐渐发现，虽然罗豆的产量高，但风味口感却十分差强人意。豆商们无论如何完善处理罗豆咖啡的风味，都无法说服咖啡杯测试们说罗布斯塔咖啡豆是好喝的。为了迎合时代需求，咖啡商们不得不聘请植物学家来寻找更多更好的咖啡品种，来达到更高的淋润。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当咖啡产业一直都将罗布斯塔视为阿拉比卡丑陋的姐妹时，一个很有趣的基因片段的发现揭开这个谜底。植物学家们惊奇地发现，其他的咖啡种的染色体都是2倍体，而阿拉比卡竟然是4倍体。所谓2倍体，就是在植物细胞中，染色体通常表示为2N， 其中 N 是唯一染色体的数量。例如，如果一种植物物种的2倍体数为6，则意味着每个细胞含2组，每组6条染色体，总共12条染色体。那么4倍体就是包含4组染色体，表示为4N。还是用同样的例子，如果一种植物物种是4倍体，染色体数为6，则意味着每个细胞包含4组，每组6条染色体，总共有24条染色体。这也是为什么阿拉比卡豆种的咖啡豆会有很多风味的分支树种。关于分支树种，我们有时间再聊。植物学家们又惊讶地发现，阿拉比卡的基因中竟然有罗布斯塔与另一个咖啡品种尤珍诺底斯的基因组，也就是说，罗布斯塔竟然是阿拉比卡的双亲之一。原来就是9世纪在苏丹的那次交叉授粉，产生了阿拉比卡这个全新的豆种，也可以说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正是因为阿拉比卡咖啡树各方面都很出众，所以阿拉比卡也是第一个被人工种植的咖啡树，而且种植面积也最大，约占全世界咖啡种植面积70%，撑起了如今的整个咖啡业。其他咖啡豆种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分支，但是阿拉比卡仍是最受欢迎的咖啡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有什么青睐的咖啡豆种吗？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